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诗啊，我敢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背得滚瓜烂熟，对不对？1000多年以来，大家都把它当作是盛唐最浪漫的爱情故事。一个皇帝为了博美人一笑，不惜动用整个国家机器，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爱情传说啊！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告诉您，这样一种理解从根本上就错了呢？如果这样一颗小小的荔枝，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爱情的象征，而是一份递交给整个唐王朝的死亡通知书呢？大家好，我是艾森。今天呢，我们不聊电影拍得好不好，也不去八卦杨贵妃到底是不是真的爱吃荔枝，我们要把这部电影当作是一份刚从前线传回来的还冒着热气的情报。这里我得要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分析完全基于马伯庸老师的文学创作，不是历史研究，请不要跟我抬杠。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其实无意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解剖中央帝国权力系统到底是怎么样走向崩溃的完美的样本。您可能看完电视以后感觉到超级的憋屈、愤怒，却又无可奈何。你以为这个只是一个老实人被欺负的故事吗？错了。今天我们聊一聊一颗小小的荔枝是怎么样在短短几个月里面把一个貌似强大帝国的脓疮全部挤破，并且最终预演了那样一场终结了盛唐的安史之乱。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权力系统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看看他会怎么样去反应。而11天之内从5000里以外的岭南送新鲜荔枝到长安，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压力测试。我们的主角李善德就是这样被推上了这台压力测试机的小白鼠。故事开始的时候，李善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长安奋斗了28年，终于贷款买了房，就这么一个九品芝麻官。他懂算学，人呢特别老实，就是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里面最不起眼的一颗螺丝钉。他的人生梦想非常的简单，在院子里面的桂花树底下和妻女吃一块重阳米锦糕，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一场精心设计的职场霸凌让他被迫接下了荔枝史这么一个烫手的山芋。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系统的 bug， 责任的转嫁。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任务，就好像击鼓传花一样，在上十局太府市公事史之间被疯狂的踢皮球，最后落到了最没有背景，恰好又请假，当时不在场的这个李善德头上。这么个情况，你有没有感觉特别熟悉呢？但是我想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这个任务本身，在赤碟上被一张小小的贴黄盖住的那个字才是真相。荔枝间是蜜饯，可以存放很久，而荔枝鲜是鲜果，3天就变味了。5000里的路程，11天的期限，这个哪里是在分配任务啊？这个根本就是要人命。这是一个死局，一个彻底无解的死局。但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李善德必死无疑的时候，他被朋友杜甫那句既然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给激励了。他决定南下寻找那一线生机。而他南下的这趟旅程，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帝国系统的一次全面的体检。体检结果呢，可以说是一片鲜红。他发现了什么？理论上30里1亿贯通全国的驿传系统，到了南方山区跟水网地带效率大打折扣。他还发现手持圣旨的他在岭南节度使何吕光眼里不过是一个清远笨鸡，差点就被直接成了珠江。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系统的第二个 bug， 就是中央权威的空洞化跟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长安的圣旨到了5000里以外，还不如地方节度使啃的一根甘蔗有分量。李善德的遭遇就好像一根探针一样，走到哪里就刺探出这个系统在哪里的真实的状态。
效率低下，政令不通，内部充满了鄙视链跟推诿。这个就是吏治任务开始之前大唐这个权力系统的初始的健康值。一个已经被诊断出这么多基础病的病人，那现在你让他去跑马拉松，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呢？好了，现在体检报告我们已经拿到手了，为了找出病根，我们得戴上手套，开始真正的解剖。我们要用到的第一个分析工具是利益相关方的分析，其实也是一张权力的关系图。我们从上到下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权力系统里面的所有玩家还有他们真正的游戏规则都放这儿检视一遍。我想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山顶的这2个人开始。根据小说的描绘跟史料的暗示呢，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能就是因为杨贵妃的一句感慨，或者是高力士为了讨好主子，他夸了一下自己家乡的荔枝。那这里的关键不是说他们的动机是好还是坏，而是他们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真空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用到第2个分析工具，也就是委托代理理论。其实说白了就是皇帝他是委托人，他发布了任务，然后各级的官僚他们是代理人，他们要负责来执行这些任务。一个健康的权力系统应该要能够保证委托人的指令被准确无误的执行。但是晚唐的这个权力系统已经彻底的腐烂掉了，皇帝和贵妃就是这个系统里面信息最不对称的人，他们看不到5000里路上的艰险，听不到黄草一里村民的哀嚎，他们被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权臣用信息和谗言包裹在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里面。在这个茧房里面，他们自以为自己富有识海，无所不能，所以他们能够轻松地提出一个完全不考虑成本和可行性的需求。而这个需求的提出本身就证明了权力顶端的傲慢，还有就是对于系统真实运作能力的彻底无知。我们把这个叫做顶层设计的失能，这个是所有崩溃的起点。一个跟现实完全脱节的顶层会向下传递什么样的灾难信号呢？那现在让我们下潜到系统的腰部，这里更加暗流涌动。当这个明显跑偏的指令从山顶下达到山腰的时候，一场混乱的权力的游戏开始了。这里我们要用到第3个分析的工具，就是官僚主义政治模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各个部门它并不总是在为组织的整体利益来服务的，而是在为本部门的利益服务。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荔枝任务这个皮球踢下来的时候，山腰上的这些玩家他们是怎么想的？6部官僚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不要让这个锅砸在我手上，所以他们选择疯狂的踢皮球。小说里面李善德在户部、兵部太府市之间来回的奔走，就是这个模型最生动的写照。而岭南节度使何履光他的想法就是这个是中央的麻烦，千万不要让我来买单。他不仅不想配合，而且想要借机敲诈，甚至在李善德最终找到解决方案之后还动了杀心。为什么呢？因为李善德的成功会反过来证明他的无能或者是不忠，而我们的反派杨国忠他看到的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他可以利用这个任务，第一，向皇帝和贵妃邀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第二，他可以安插自己的人手，比如说把李善德提拔起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可以把这个项目变成是一个敛财的工具。小说里面最恐怖的一幕就是杨国忠告诉李善德钱是从哪儿来的，他不需要动用国库，也不需要动用内炉，而是凭空创造了一种税，让沿途的驿站跟百姓买单。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腐败了，用现代政治学的眼光来看，这个简直就是在撕毁国家与民众之间最基本的财政契约。他把一个服务皇帝私欲的项目包装成国家行为，然后把成本外部化，让最底层的民众来承担。而他自己呢，不仅名利双收，甚至还能够从中盈利，再把钱送入皇帝的内炉，完成一次完美的权力闭环。
这个就是权力的寻租。当一个系统的中层不再是指令的忠实的执行者，而是变成了利用信息差跟权力为自己谋利益的寻租者的时候，整个系统就离崩溃也不远了。当系统的中层全部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时候，那么压力的最终出口会在哪？您可能也很容易猜得到，但是真相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残酷。那现在我们到了系统的最底层，当一个被扭曲的指令经过一群非常自私的代理人，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看到在电视剧里面，阿童的荔枝园给我们展示了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杨国忠他可能最初只需要30重荔枝，但是这个指令到了下面，经略府为了保险会报100重，而执行的官员为了留足余量会砍200重。这样一种层层加码的现象，就是这个系统运作的最终的恶果。它背后是这个系统唯一的也是最致命的行事准则，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更不对事实和规律负责。我们来动用最后一个分析工具——路径依赖。当一个系统长期按照某些错误的方式在运作的时候，它就会形成非常巨大的惯性。即便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是错的，但是做改变的风险远远大于墨守成规。砍多了树，没有人会惩罚你，反而会显得你办事得力。但如果砍少了，万一送不到，你就是掉脑袋的罪。逼死了一族，没有人会在乎，反而显得你是雷厉风行。但如果延误了时辰，你就是辜负圣恩。在这么一个非常扭曲的激励机制底下，作恶成了最理性的选择。李善德的悲剧不在于他接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于他试图用解决问题的逻辑和思路去对抗一个只认权力逻辑的系统。他呕心沥血研究出来的转运之法，在官僚们看来一文不值，反倒是一块杨国忠的银牌，能够让所有人都俯首听命。这说明什么？在这个系统里面，事实、规律、科学、效率都已经让位给了权力本身。这是一个已经丧失了基本纠错能力的非常僵化的系统，它只能够沿着既定的错误的轨道一路狂奔，冲向深渊。好了，现在我们的解剖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么一张权力运作图，我们刚才也已经非常完整的呈现给了大家。那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谁是压垮盛唐的真正的黑手？我们来用情报分析当中的竞争性假设分析法来做最后的裁决。假设一是杨国忠这样的个人野心家嘛？杨国忠无疑是邪恶的，也是灾难的直接执行者，但是如果换成李林甫或者是任何一个善于谄媚的权臣，结果会有本质的区别吗？我想不会。杨国忠只是这个系统筛选出来的最适合在这个位置上作恶的人，他不是病因，他是症状。所以假设一我们要排除掉。假设二是唐玄宗跟杨贵妃的腐朽堕落吗？他们的确是问题的源头，他们的欲望是导火索，但是一个健康的系统应该有能力过滤掉君主不合理的请求，门下省的封伯权、御史台的监督权，在当时为什么全部都失灵了？因为整个系统都在迎合他们的欲望，他们是点火的，但是引爆的是一个早就装满了炸药的军火库，所以假设二也不完全对。那假设三是整个官僚系统本身嘛？其实从上到下，从顶层的信息茧房到中层的权力寻租，再到底层被扭曲的执行的逻辑，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环节是健康的。这个是一个正反馈的崩溃的循环，顶层的昏聩导致了中层的令层当道，令层当道又进一步加剧了顶层的信息封锁，而整个系统为了迎合上意，疯狂压榨底层，而底层的崩溃最终又以安史之乱的形式彻底掀翻了整个牌桌。那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给出答案了，真正的黑手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这张网本身，这个权力系统才是那个看不见的大 boss， 是这个只对上负责，缺乏监督，信息单向流动，而且内部充满恶性博弈的权力系统，
它就像一台精密的绞肉机，无论你把谁放进去，不管是李善德这样的老实人，还是何吕光这样的地方枭雄，最终都会被搅成只服务于系统本身的肉糜。荔枝只是这样一台机器最后一次空转时溅出来的几滴血浆而已。那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1000多年前的唐朝的故事，但真的是这样的吗？让我们把这些关键词翻译成现代的语言。荔枝转运就是不考虑投资回报率 ROI 的面子工程，只对上负责，实际上就是扭曲的 KPI 考核和向上管理。层层加码，这个不就是典型的大公司病吗？6步踢皮球，这个就是无数人非常痛恨的跨部门沟通的障碍，对不对？所以你看，太阳底下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荔枝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于无数的大公司、大型组织，甚至于国家治理当中，它是一个永恒的警钟，提醒我们几个非常致命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流程和规则不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规避责任。第二个信号就是当一个组织开始系统性的奖励那些会讲故事的人，而不是会解决问题的人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地方会想到印度人就特别会讲故事，那波音如果都是充斥了这些印度人，那是不是会解决问题的那些华人或者是那些老美都不在了，然后整个公司就开始出问题了。那信号3，当坏消息无法到达高层，吹哨人被打压，那整个组织陷入报喜不报忧的沉默螺旋的时候。所以当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系统里面可能已经有无数个荔枝正在疯狂的运输途中了，而他们消耗的是组织的未来，是所有底层员工的心血。回到故事的结尾，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陷落，那个曾经让李善德魂牵梦绕、耗尽半生积蓄才买下一席之地的伟大的城市，转眼之间化为焦土，而他自己因为得罪了杨国忠，被长留岭南，反而阴差阳错的躲过了这场浩劫。故事的最后，他在岭南的荔枝树下吃着自己亲自种出来的荔枝，流下了眼泪。他哭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他哭的是他拼尽性命赌上一切才送达的那颗荔枝，对于整个庞大的权力系统而言，根本就是无足轻重。他哭的是那些在义路上死去的人和马，那些被砍伐的果园，那些被逼到家破人亡的黄草裔村民，他们的牺牲换来的不过是贵妃一个可能都记不住的微笑。他哭的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一个僵化的非理性的庞大的系统的时候，那样一种最深层最彻底的无力感。而我们之所以会对这个故事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恐怕也正是因为我们会在自己的身边看到这么多熟悉的故事，恐怕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个飞扬在驿道上的红尘，与其说是为了贵妃一笑而起，倒不如说是为一个伟大王朝的落幕扬起的漫天尘埃。我们不是只看故事，我们研究棋局，我们看懂了棋局，才能够避免成为那颗被牺牲的棋子。我是艾森，如果您也对这样一种硬核的结构感兴趣，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生活当中遇到过的荔枝任务。祝您有兴趣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